断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上次我们烤完漆之后呢，然后就觉得轮框颜色不好看，然后我就给它喷黑了。那把轮框喷黑之后，我还有后保险杆、前保险杆，然后还有正副驾驶门上门的这个踏板，还有右边中门的踏板，我都想要把它喷黑。然后还有就是雨槽这个金属饰条，我也想要把它喷不同的颜色看看效果好不好。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处理。然后这个后保险杆呢比较麻烦，因为它结构有点复杂。保险杆上面呢有很多生锈的地方，可能要上一点锈转换剂，把锈除掉之后，然后清干净，再来喷漆。那这个喷漆相对起来比较简单，比较麻烦的就是在喷漆之前的清洁，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要搞很多天。那我今天就先把想要处理的后保险杆，然后侧踏、前保杆都给它先拆下来，然后明天再来做清洁，之后再来做喷漆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侧踏板开始拆起，看起来蛮简单的。先看一下它有几个螺丝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驾驶座下面这个踏板，这边2颗螺丝，然后前面这边1颗，里面这边1颗。好，刚我们看到这个踏板呢，就4颗螺丝。那这个因为这车都已经很久了嘛，10-20年了，然后这个螺丝可能都已经卡死了，所以在拆之前呢，我想先把所有的螺丝都喷上这个 W40， 然后稍微敲一敲，让那个油吃进去，然后过个10分钟再来拆。那我就全部先喷过一遍再来拆吧。好，中门这个踏板呢，前后各有2颗螺丝，总共4颗我已经拆下来了。然后我发现中间还有2颗，在外面这边是拆不到了，要钻到车底下去。终于拆下来了。我们看一下。后面2颗，前面2颗，中间这2颗要到车底下才拆得到。然后拆的时候不要在它的正下方，因为拆的时候会有铁屑掉下来，会掉到你的眼睛里面，不然就是要戴护目镜。那我们去拆前面的踏板吧。好，那副驾驶座下面这个踏板前面这颗螺丝拆不开了，那先不要拆好了，我先拆别的，这个再找看看有没有工具可以拆。断掉了，断掉了。好，驾驶座这边的侧踏板终于拆下来了。那有一颗螺丝断在里面，因为这个螺丝都很久了，几10年了，都已经生锈非常严重，稍微扭一下就断了。好，那刚我们要拆前保险杆的时候啊，我到车底下去看，
它车底下就2颗大螺丝。可是我看研究一下，要拆这个前保险杆啊，前面这个塑胶罩要先拆掉，然后这边有2颗螺丝。可是这颗螺丝一样已经是那个六角头已经生锈，已经没有那个纹路了，没办法转。然后这一颗我那个套筒太大，我没有这种套筒。好，那因为我人在外面，然后我工具也不齐全，那就明天再继续拆好了。那我们就欣赏一下美丽的夕阳，明天再继续吧。好，那我们昨天在拆那个侧踏板的时候啊，有一根螺丝拆不开，然后一根六角头断掉，螺柱断在里面。然后我就今天去买了工具。我原来这个12毫米的套筒啊，里面它那个就是那个齿，其实有一点磨损了，所以拆不开。然后我又去买了一支12毫米的六角套筒。我刚有给它试转，是转得开的，虽然它的头已经有一点磨损了，可是还是转得动。那等一下就把它拆掉。然后我又买了一支那个10毫米的六角套筒，等一下拆这个塑胶罩的螺丝六角头，它这个六角头都是10毫米的，在外面2颗，然后内侧也有2颗，所以这个塑胶罩啊，外面2颗，里面2颗。然后左边也是，塑胶罩拿下来之后，再来看怎么拆这个前保杆。那昨天有一个六角头断了嘛，它螺柱断在里面了，然后去买了这个崩牙螺丝取出器，就是所谓的退牙器。那等一下我就把那一颗崩掉的螺丝用这个看看可不可以把它转开。那就赶快操作吧。哦，终于拆下来了。你看它的六角头是有一点生锈到有一点那个角都不见了，就变成有一点圆形。可是这个套筒一样还是把它拆下来了。所以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DIY 还是要有好的工具。那我们接着拆这个塑胶罩。好，我们在拆这个塑胶罩的六角螺丝的时候啊，有3颗用这个套筒一样已经转不开了。那我们要用这个退牙器来试看看。那我们看到这个退牙器啊，它有2边的头，这边是钻洞的，这边洞打完之后，再用另外这边退牙。然后它钻洞的话要反转，它是用反转下去打洞，然后打完之后再把它转到退牙器这边，正转把它锁到螺丝里面去，再用慢速反转把螺丝退出来。那我们来试看看。你看，真的转下来了，还蛮好用的。好，我们终于把这个塑胶罩的螺丝全部拆完了。刚下面这2颗螺丝超级难拆的，我用那个退牙螺丝在那边打很久，因为有保险杆挡住，那个角度又很难施工，非常难拆。我刚刚钻到车底下在拆的时候啊，才发现这个
塑胶罩前面这一块是卡扣住，所以我们把它往上推。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螺丝我都已经拆下来，可是还是拿不起来，好像还有螺丝没有想象中的好拆要研究一下，再下去看还有没有螺丝。好，我刚研究了一下，我知道要怎么拆这个。上面这一片塑胶罩啊，它下面是用卡扣住，可是我弄开之后翻不起来，因为被这两个挡住，被这个灯罩挡住。它这个是打实力控上去的，我刚把它拉起来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拿上来了。可是还是拿不出来，这个灯可能要拆掉。反正这个灯之后我也会换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把灯拆掉，然后看一下这边上面这一片翻开之后啊，里面还有螺丝，总共有3颗，它只有锁2颗中间这颗没有锁，这3颗也要拆，然后下面这个塑胶罩还拿得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怎么拆这个塑胶罩了。然后这个塑胶罩拆起来之后啊，保险杆应该就很好拆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雾灯拆掉，然后这3颗螺丝拆掉，看可不可以把它拿起来。好，这3颗螺丝拆掉之后，前面这一片塑胶罩就拿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塑胶罩拿下来之后啊，看到保险杆这边有2颗螺丝，然后左边这边也是。好，那上面就总共4颗嘛，然后下面我看就只有2颗。好，我们把那个6颗螺丝都拆掉了，那螺丝6角头是14毫米的，然后保险杆就可以拿下来了。这边有2组线，这个是刚刚雾灯的线。然后这一组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看这个保险杆下面呢有4个螺丝，这个固定架这个可能是前车主这边是有装灯的，那因为雾灯我会换所以这2条线对我来讲都没用了，我就直接把它剪掉，到时候我装新的时候再来拉线。好，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啊，终于把这全部的保险杆、侧踏、前保杆，然后塑胶罩全部拆下来了。那现在就开始来做清洁。那我准备了一些工具啊，像这个塑胶罩啊，就是用比较细的砂纸直接去抹它，然后钢刷这个白铁保杆。我上完锈转换剂之后，如果还有锈除不掉的啊，就稍微给它刷一下。还有这一根细的纱布轮，就这个侧踏里面有很多这个洞啊，这个洞里面可能不好清洁，然后用这个纱布轮，然后电动扳手进去这样子清，可能会比较好清。然后其实这个前保杆啊，它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拆啊，像这个都可以拆下来，可是我觉得拆这个太麻烦了，反正它是在背面看不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用那个高压水箱先做基本的清洁，然后等一下再喷一点清洁剂，然后就尽量清看你想要清多干净。那做这个清洁也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慢工出细活，就是耐心慢慢清吧。那等我全部清完之后，要喷漆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我把所有的拆下来要烤黑的零件已经全部清洁完，然后也喷黑了。那全部装完了，剩这个后保险杆还没装。
那装之前，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后保险杆的结构。如果你之后想要拆的话，可能会对你们有帮助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那前面这个白铁保险杆，它是锁在原车保险杆上面，然后这个原车的保险杆啊，上面这边有一颗螺丝是焊死的。等一下上去的时候，它后面有2个洞，你看这边有2个洞，就是这一颗，等一下上去的时候，给它勾住，勾在那个洞上面。让它不会掉下来之后，然后再来锁螺丝。这边有1颗、2颗、3颗，一边3颗，总共6颗。好，那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过了1个星期。那清洁跟喷漆的过程我就没有拍摄，因为那就是一个漫长又无聊的过程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成果吧。那喷完之后，外观是变得很漂亮呢。那接下来我就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这次施工的整个过程，然后要注意哪些细节。那我们就从前保险杆开始讲起。那这个前保险杆上面这个塑胶罩，它是锁在保险杆上面的。然后它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是上面这边一个塑胶盖。然后下面这个塑胶罩，这2个部分，然后上面这个盖子是卡扣插上去而已，它没有螺丝，你只要手从下面往上推，这个盖子就起来了。上面盖子拿掉之后，就会看到这边有7颗螺丝，然后下面外侧2颗，内侧也有2颗，两边总共有4颗。拆掉之后，这个塑胶罩就可以拿下来，然后塑胶罩拿开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前保险杆的上面左右各有2颗螺丝，然后车子底盘下面2颗，总共6颗螺丝拆掉，就可以把前面保险杆拆下来。然后拆下来之后做清洁啊，直接用砂纸下去抹，这个塑胶罩用比较细的砂纸下去抹，然后保险杆可以用粗一点的，把脏污都抹掉，用清洁剂洗干净。然后如果有锈的地方，上一点锈转换剂，或者用钢刷直接把它刷掉，之后就可以直接喷漆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轮框跟这个主驾驶座下面这个侧踏。那这侧踏之前在拆的时候，有一根螺丝断在里面了，然后我那个退牙器也退不下来。那个退牙器如果对付那个螺丝没有卡得很死的话是有用的，可是这个已经断在里面，而且生锈很严重，是完全不会动，退不下来。然后我就用那个自攻螺丝，直接把断在里面的螺柱给它钻掉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清干净。那我们看这个漆，前面这个侧踏是用立邦的平光黑，然后这个轮框之前我喷的时候是用恐龙的消光黑。我们可以看到2个颜色不太一样，这个恐龙的它是比较暗，然后立邦那个是比较黑一点，2种黑不太一样，然后感觉也不太一样，就看个人选择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门的侧踏，它总共有6颗螺丝，这前面2颗跟后面2颗这边就可以转开，可是中间那2颗要钻到车底才有办法去转它。然后前面正驾驶座跟副驾驶座那个侧踏啊，就前面2颗螺丝，后面2颗螺丝，总共4颗。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保险杆的部分，它这个后保险杆外面这个是不锈钢的，它是锁在原车的保险杆上面。那因为这种不锈钢的，在上漆的时候比较难喷，它比较咬不住。那个红牌油漆有出一个叫永保新合金底漆，它就是在喷这种不锈钢的，
那因为那种是一大桶的嘛，它需要有那种气动的喷枪，就是接空压机的，或者是目前有出一支离电的。那因为我们只会喷一次嘛，就是之后那些工具也用不到，那买那些工具要花一大笔钱，对我们 DIY 来讲是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就找了这种不锈钢抛光剂、不锈钢点焊处理，然后黑钛金。那这一罐黑钛金喷上去的效果，它是有一点亮面，然后质感还不错。我本来在还没喷之前是想说，先用这个不锈钢抛光剂喷上去之后，然后再喷上跟前面保杆一样的平光黑，这样子前后的颜色才会一致嘛。可是我喷完之后发现它还蛮好看的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再喷了。然后在喷这个不锈钢之前啊，先用这个比较粗的砂纸给它稍微抹一下，让它有一点细纹，增加它的附着力。好，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喷漆的一些心得。那我这次喷漆总共用了4种不同的喷漆。第一个是刚讲的后保险杆这个黑钛金的不锈钢抛光剂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立邦的平光黑喷漆，再来就是喷轮框的恐龙的消光黑，然后最后我要买了一罐，应该是明星油漆出的，也是平光黑。那里面漆最好喷的就是恐龙的跟这个黑钛金的这一罐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喷嘴的关系，这种像恐龙的跟这个黑钛金，它喷出来的是雾化程度比较好，比较不容易喷出来的时候会好像有水滴状，就人家讲的好像流鼻水这样，就很丑。然后最糟糕的就是明星那一罐，它喷起来雾化程度很差，然后喷出去就都是水滴状，就很丑。所以那一罐我就直接丢掉，没有用了。然后除了轮框是用恐龙的消光黑之外，其他的保险杆、侧踏什么，我都是用立邦的平光黑喷漆。那中门那个侧踏跟前面这个塑胶罩，我用了1罐喷漆。然后正副驾驶座的侧踏也用掉1罐，然后前保杆用掉1罐，然后后保险杆就用这罐黑钛金的，所以我全部喷完，总共用了4罐。好，那最后我要讲的是，开装这些东西其实不会很难，可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做的话，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。那最快的方法就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看我开过一次之后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然后我顺便把这个天线跟这个羽槽的金属饰条给它喷成红色，做一点点缀，感觉还不错。